最近看了一条视频，可能会吓得很多生活不检点的人睡不着觉。真的想不到现在情况这么严重了。广西某地扫黄，抓获了16名卖淫嫖娼者，结果一检查，竟然查出了5个艾滋病患者。我的天哪，这个中奖率太高了，接近1/3了。看看那些喜欢钻烟花柳巷的人，以后还敢不敢去了？一个正常有家庭的人，自己得了艾滋病不要紧，很可能还会传染自己的另一半，甚至会遗传给下一代，通过母婴传播，孩子生下来就是艾滋病患者，你说冤不冤？究竟谁之过呢？就为了那几10分钟的快乐，让自己一家人跟着玩玩，就算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一方面是如饥似渴的欲望，一方面是无处不在的诱惑。有的女人明知自己是艾滋病患者，干脆破罐子破摔了，临死也要多拉几个垫背的。怀着仇视社会、报复社会的罪恶心理，拼命勾引男人，让黄泉路上多几个伴侣。对于那些意志力不够坚强，对婚姻伴侣不够忠诚，喜欢心猿意马的人来说，就很容易掉进陷阱。多年以前，听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他身边的故事，听了以后吓了我一跳。河南郑州某地农村有张某和王某合伙到安徽去收小麦，两个人都成家了，有儿有女，能够出门做生意的人脑子都比较好使，家里的小日子过得也不错。这个男人离开老婆以后，内心往往心急火燎的，这个需求是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。有一天，张某到一个小镇上收小麦，忽然看到一个角落里有一个30多岁花枝招展的女人，浓妆艳抹，十分热情。男人对女人的这种诱惑往往很难抵抗。张某离家也有1个星期了，内心深处如饥似渴，一眼就知道对方是干什么事的，心想花几10块钱解决一下也没问题。这个女人非常热情，招呼张某：“大哥快来吧，免费为你提供服务。”张某一愣，心想世界上还有这好事，就想离开。女人一把走上前拉住张某，一股脂粉味扑面而来。那女人说：“大哥，当家的常年不在家，自己饥渴难耐，所以就出来找点零食吃，咱家里又不差钱，所以才不要钱。”于是张某就跟着女人兴高采烈，云里雾里，一番云雨之后，张某心里乐开了花，心想着便宜占大了，好处不能独占。于是他又赶紧找到了王某，也来解决一下心里饥渴的问题。人都有一个占便宜的心理，这俩人在以后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在这一带转悠了，只有时间和机会就去找那个女人吃免费的快餐，云雨一番，真有点乐不思蜀的味道。后来2个人回到家里以后，就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。1年以后，忽然张某妻子身上起了很多红点，而且皮肤很容易溃烂，医生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。后来去大医院检查，得到了一个令人十分震惊的消息，他妻子得了艾滋病。随后不久，张某也查出了艾滋病，王某和王某的妻子同样也得了艾滋病。张某跪在地上，声泪俱下向妻子交代了自己当年在安徽免费嫖宿的事情。原来那个女人就是破罐子破摔，临死前想多拉几个垫背，所以才不要钱。可惜自己因为一时糊涂铸成大错，不仅害了自己，还害了一家人，连王某一家子也害了。张某的老婆听完就炸了，愤怒地拿起扫把劈头盖脸冲张某砸去。我们2个死了不要紧，还要8岁的儿子怎么办呢？王某家里也有一个女儿，不也没有父母了吗？因为只图一时之欢，因为某个女人破罐子破摔，这2个家庭家破人亡了。问题是不知道那个得病的女人祸害了多少家庭。我想这种艾滋病可能是上天对于人世间性生活混乱的报应吧。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买后悔药的，大错既已铸成，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几年之后，张某和王某夫妻相继离世，只留下了2个可怜的孤儿，以及一个十分沉痛的教训。成立一个家庭不容易，要毁掉一个家庭那是分分钟的事。不管男人和女人，都会喜新厌旧，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奋斗和欲望，伦理和道德，一生都在挣扎。穷时怕妻跑，富时嫌妻老。贤妻扶我青云志，得志先斩意中人。有朝一日，全在手采妻坟头换新人。多见穷男身边有痴女，少见富男手举糟糠妻。这就是现实，人性就这么复杂，很多时候令人无语。为了一时欢，毁掉一生幸福。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读懂的生物。听一个朋友说，
广西的女孩子特别开放，如果头一天晚上打麻将钱输光了，第二天早上没钱吃饭的时候，人家在路上就能随便找个人做生意把钱赚了吃饭。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女人变坏就有钱，从某种角度来说还是有一些道理的。别说年轻女孩了，在视频上时常看到广西农村一些老太太也经常出去做生意，主要客户是当地的老头，一般都选择在远离村庄的山坡上等比较隐蔽的地方，只要几十块钱就行。广西一些地方的公安已经侦破了好几起这类案件了。当然了，查出来的是我们看到的，背后的真相可能更多更复杂。一方面是广大老年人也有自己的性需求，虽然没有年轻人强烈，但是也有需求。另一方面，有些老太太家里生活窘迫，急需用钱，于是暗流涌动，就形成了这种肮脏的地下交易。正儿八经地说，在中国南方社会风气开放，解决性需求根本不是问题。但是如果要是在传统思想严重的山东就麻烦了。山东人把个人贞操看得很重，有的女孩宁愿穷到吃土也不出卖自己的身体。所以山东的艾滋病患病率在全国几乎是最低的，看来儒家思想礼义廉耻在这一方面还是有贡献的。同时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，现在由于生活成本太高，养育孩子的成本很高，很多年轻人选择了不婚不育，中国的出生率已经在整体下降。目前中国有2亿多人的单身男女，不结婚是因为经济原因和现实压力，但不能说这些年轻人就没有自己的性需求了。相反，年轻人的性需求往往很强烈。我从前认识一个电焊工同事，他说一晚上和老婆有6次和老婆激情澎湃的时候。目前中国社会有着2亿多单身男女，人生食色性也，如何解决年轻人的生理需求以及婚恋问题，不仅仅关系到他们个人的幸福问题，更关系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问题。现在的男光棍大部分在农村，女光棍大部分在大城市，繁荣的大城市和贫穷的农村始终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藩篱。所以这些单身男人和女人也许到死都没有牵手甚至见面的机会。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圈子和世界里，女人都想找有钱有势的高富帅，男人总想找合适过日子的女人。所以阶层注定了这些单身男女无法牵手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完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再会。